日前，美日韩澳加在位于夏威夷的太平洋导弹靶场举行了太平洋龙联合反导演习。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主要进行联合的是美日韩，进行了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索和跟踪演练。那么，三国宙斯盾舰如何联合？针对的假想敌又是谁呢？太平洋龙演习是由美军主导的，从演习的地点来看，保护的也是美国的领土。日韩两国只是被美国绑在反导马车上，为美国献殷勤。美日韩方面曾表示，演习是针对朝鲜的弹道导弹。然而，如果只是针对朝鲜半岛问题，演习又何须这么大范围？因此，外界普遍认为，暗中是冲着中俄来的。事实上，美军此前就曾曝光一个针对中俄导弹的作战响定，只不过表面上声称是为了应对来自亚洲方向的导弹袭击关岛。美军的应对是首先由导弹预警卫星与驻韩国、日本的 X 波段雷达作为早期预警，用部署在海上的伯克级以及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等宙斯盾舰的 SPY-ED 无源相控阵雷达对弹道导弹实施不间断跟踪，并且发射标准3反导导弹实施中断拦截。美国研发的标准3 Block 1A 和 Block 1B 最大射程500公里，最大射高250公里。最新的标准3 Block 2A 的最大射程更是达到了2500公里，最大射高1500公里。而对于突破标准3拦截的弹道导弹，则由部署在关岛负责末段拦截的萨德和爱国者 PAC-3系统进行拦截。其中，萨德负责在距离250公里以内、高度150公里以内进行拦截；爱国者 PAC-3则负责在距离40公里以内、高度30公里以内进行拦截。可见，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构筑的反导体系是一个通过多重拦截的方法持续抵消来袭目标的密集阵。日本和韩国在中间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呢？韩国这次出动的是世宗大王号导弹驱逐舰，也是韩国首艘安装了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大型舰艇。世宗大王号安装的宙斯盾系统版本是基线 7.1， 上层建筑所装的 SPY-ED 3坐标相控阵雷达有4面八角形天线阵面，每个阵面可以覆盖120度，4个相控阵面可以覆盖以本舰为圆心的半球。最远对空搜索距离450到500公里，可以同时探测、识别和跟踪400多个空中和水面目标。但是世宗大王号没有装备标准3反导拦截弹，不能够实施拦截作战。也就是说，韩国海军的世宗大王级驱逐舰在战时主要是根据早期预警信息来对弹道导弹实施进一步的搜索和跟踪，提供连续的目标信息。据报道，韩国军方在2018年已经决定引进标准3反导拦截弹，而至今还没有跟美国签订采购合同，还存在很大的变数。而日本派出的宇黑号则是海上自卫队最新型的摩耶级导弹驱逐舰，安装的宙斯盾系统版本是基线 9C， 反导探测能力比韩国的世宗大王号要强得多，并且该舰还装备有美日两国共同研发的最新型 Block 2A 型标准3反导拦截弹。从中可以看出，在美国的亚太反导体系里面，日本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韩国，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舰全部装备有标准3反导拦截弹，既能够对弹道导弹进行探测跟踪，又能够实施拦截。而从美日韩在演习中根据信息共享协议进行战术数据链信息共享可以看出，美国近年来正在试图加强日韩两国的军事互动，以更好地为其所用，而用途绝不仅仅局限于反导。针对此次反导演习，外界分析认为，所谓应对半岛事态完全是借口，这是美国要联合日韩等国打造攻防兼备的全球反导体系。通过反导体系的建设，也可以进一步巩固美日韩三国的军事同盟。隐藏的目标则是直接针对中俄的导弹体系。海基反导是中段反导，也就是说，它是对中远程这种导弹在飞行到中段的时候进行拦截打击，而朝鲜主要的导弹还是短程的战术导弹像美国目前的爱国者以及萨德基本上就是够用的了，所以能够真正威胁到美国本土或者夏威夷这个目标安全的还是远程的弹道导弹，而这方面能力最强、对美威胁最大的还就是中国和俄罗斯。日前，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以2026年中美在台海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为蓝本的兵棋推演，声称美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最后打赢了。
那杜先生，美国经常炒作中美军事冲突，他们向外释放的所谓结果，又暗藏怎样的利益链条呢？美国背后的各种演练行动，包括兵棋推演，经常结论特别惊人，而且呢，在冲突中自己要获得惨胜。实际上公开释放这些信息，大概有以下想法。第一呢，是加剧两岸形势紧张，加剧中美两军对抗形势。如果持续的把两军对抗，通过实战模型去进行比较，这样释放外界的信号是中美两军必有一战，而且今后在热点地区，一旦解放军采取各种作战行动，美军将直接进行军事介入。第二，很有可能是在哭穷。实际上，在提醒国会要多拨钱，争取对中国海空军构成绝对优势。所以，演练行动的结论基本上是在为美国不同军兵种在军费蛋糕方面能够进行助力。这样呢，它所形成的军费拨款效果，包括对下一步国防战略影响，也能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所以，目前看的所有的结论目标都是一个字儿，都是钱的问题。短片中提到的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合作与训练多国联合演习在新加坡举行，参演国除了东南亚国家之外，其他均为美国盟友或准盟友。那秦先生，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美国怎样的企图呢？为何南海周边国家对该演习的态度并不积极呢？美国的目的其实很明显啊，除了带他几个铁杆盟友之外啊，他肯定是想在这种演习中裹挟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这些国家。让他们选边站队，站在美国的一边，然后共同来对抗中国。作为一个域外势力，它根本的目的，与其说是想帮助这个东盟这些国家在什么南海问题上，这个和中国搞平衡，其实根本目的就是想对抗，和中国搞对抗，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么东南亚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其实他们也不愿意心甘情愿的当美国的棋子，但是不得不说啊，他们很多当中一些小国。跟美国特别经贸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严格说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在美国这种施压之下，他们只能虚以委蛇啊，应付一下。比如美国强迫他们要派部队要演习，他们也只能应付一下，少量的派一两艘军舰啊，这个参与一下，来这个应付一下美国。但实际上从他们心底里，他们是不愿意配合美国选边站队的。好的，非常感谢秦先生的解答，也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军情直播间。